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存在吗？有证据吗？据说佛家有本经书，不仅记载了极乐世界存在的证据，更不可思议的是，书中还记录了一种能让普通人看到极乐世界存在的方法。经书上写了什么？难道神秘世界真的存在吗？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这本佛教版本的《论语》名叫《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其开篇第一句便是“如是我闻”，意思是其中记载的内容都是数千年前释迦牟尼的弟子根据佛祖的言论和经历所记录的真实事件。在这本书中记载了很多难以想象的事情，在很多人看来都是神话传说，是虚构的东西，但佛教却说这些都是佛祖亲身经历。那么这本书中到底都记载了什么呢？其中一个故事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究。据说在某天，释迦牟尼正在对1000多名阿罗汉还有3万多名菩萨开坛授课，这与当年孔子对众弟子授课有些类似，只不过后来孔子成为思想家，而释迦牟尼却成了宗教之主。释迦牟尼授课的地方就是佛教名山灵鹫山，这里是如来佛祖的道场，也是很多罗汉和菩萨常年修行之地。这里需要知道的是，在佛家里，阿罗汉是佛教中道行很高的一批人，他们经过漫长的修行，已经断绝七情六欲和所有烦恼，而且他们死后不会参与轮回，而是直接涅槃，回归大千世界。而那3万多尊菩萨也是道行高深，如果资质足够，他们未来就可以修炼成佛。但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些菩萨和阿罗汉加起来近4万多人，这个世界真的有那么多大神通者吗？为何我们现在连一个都找不到呢？对于这一问题，《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就做了解释，这是因为佛祖在世的时候，他的神力溢散到整个世界，导致整个世界灵气大增，于是很多人在佛祖的神通加持下开悟，然后修成正果，这才有了1000多名阿罗汉与3万多尊菩萨。后来佛祖涅槃，离开了这个世界，人间再次变得正常起来，也就很难再见到大神通者了。这本书还预言到，随着佛祖的离开，佛教在世界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弱，最后甚至连佛经都会全部遗失。这个时代就被佛家称之为末法时代，人间会遭遇巨大的灾难，只有重新寻回佛法才能拯救人间。当然，末法时代是另一个故事，今天我们先不提这个，我们继续来说《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的故事。据说在释迦牟尼给大家讲经的时候，距离灵鹫山最近的国家正在发生宫廷政变。这个国家的太子认为父亲当国王的时间太久，他已经等不及要上位了，于是就发动政变，将国王软禁起来。同时他还下令不许有人靠近国王，也不许有人送食物给国王，目的就是要将国王饿死。此时幸好国王有一个朱元璋的同款老婆，这位王后将食物隐藏在衣服首饰中，借着探望的机会使国王活了下来。此时的国王内心五味杂陈，儿子的背叛让他十分痛苦，不过他并不担心自己的未来，虽然他失去了兵权，但他却有一个超级大后台。这个大后台究竟是谁呢？为什么数千年来有这么多人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的存在？这并非只是一个没有根据的传说，佛家有一部经书还真的记载了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具体过程，这是真的吗？前面我们提到，国王被自己的儿子背叛，囚禁在牢笼之中，国王此时十分痛苦，于是他面向灵鹫山的方向，双手合十，希望得到佛祖的解救。佛教的教义本就是普度众生，更何况国王和佛教还有很大的渊源。释迦牟尼的弟子大目犍正是国王的亲人，在国王一番祈祷后，正在灵鹫山听法的大目犍马上通过天耳通得知宫廷中发生的一切，于是他发动神通，瞬间来到国王身边。随之而来的还有释迦牟尼的一位使者，他就是佛法高深的富楼那尊者。按照我们的想法，国王有神人帮助，想要收回政权易如反掌，但事实上他们此来并不是要帮助国王起兵平叛，重新夺回政权，而是要给国王说法，排除其内心的烦恼。就这样，他们给国王讲了20多天的经，这期间国王没吃没喝，但神采奕奕，一点也不饥饿，而且经过佛法的开导，国王整个人都焕发了新生，变得十分通透。就在这个时候，太子来到监牢之中，他本来是想看看国王有没有饿死，结果来到一看，国王不但没有饿死，还活得更加舒适。他从守卫那里得知是佛和尊者帮了国王，他自然不敢和佛作对，但却开始迁怒于皇后，他称皇后是背叛者，是无耻的贼人，于是直接拔出匕首，想要杀死自己的亲生母亲。好在众大臣极力劝阻，才避免悲剧发生。只不过皇后也被软禁起
起来。皇后自然也非常难受，她也开始向佛祖祈祷，同样也立刻得到了佛祖的回应。大木剑和尊者再次来到为皇后开示。皇后虽然在佛经的开示中解除了烦恼，却再也不愿意住在这污浊的尘世中。她祈求佛祖给她指一个清净乐土。于是重点来了，佛祖真的给她指出了极乐世界。根据《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记载，皇后在提出请求后，佛祖的眉间突然散发出耀眼的金光，这道金光耀眼却不夺目，强烈却又十分柔和。金光一出现，就直接照亮了十方无量世界。在佛教的观念中，一个无量世界基本相当于一个宇宙，而10个无量世界就相当于10个平行宇宙。这其中的佛国自然也数不胜数。片刻后，金光再次回到佛祖眉心，但一片片各地佛国的虚影就在皇后面前展现出来。这些佛国有的古色古香，有的清幽宜人，有的热闹非凡，有的空旷寂寥。这惊人的一幕显现后，皇后和所有的侍卫宫女都震惊的立刻跪了下来。此时他们终于深信佛的神通是凡人难以想象的。另外据记载，另一个牢房中的国王也受到金光照耀，原本肉体凡胎的他，在前几天受到佛经开示，如今经佛祖金光一照，竟然直接修成阿那含果位，简直是奇迹。那么在众多佛国之中，皇后最终选择了哪个呢？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存在吗？按照佛经的说法，普通人要怎样才能去往西方极乐世界？佛家经典《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还真的记录了一种办法，并且听起来并不是很难。经书上写了什么？前面说到，皇后想要离开这个污浊的世界，去一个清净之地，于是佛祖发动神通，将十方佛国都展现在皇后面前，任由她挑选去处。没想到皇后却说，她想去阿弥陀佛创造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是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去得。佛祖听后微笑道，其实这很简单，只要做到3点，人人都能去往极乐世界。这3点包括与人为善，多做善事，积累功德，还包括皈依佛门，遵守佛家清规戒律。最后一点虽然更简单，却也非常困难，那就是要诚心相信这个世界存在极乐世界。这一点就很有佛学的特点，也就是他们常说的心诚则灵。或许在之前，这位皇后也不完全相信有极乐世界，然而在见识到佛祖的广大神通之后，皇后自然会诚心拜服，对于极乐世界的信仰更是坚如磐石。不过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她问佛祖，我现在受到佛祖您的感召，见识到了极乐世界，但后世没有了您的存在，他们又如何知道极乐世界？这世间众生难道就失去了去西方极乐的机会吗？皇后的提问足见她对世人的关爱，也体现出她的善良，而这也是佛祖能应允她前往众佛国的原因。对于皇后的提问，佛祖表示，他已经创造出了一个法门，叫做16观。即便他离开这个世界，即便到了末法时代，16观也可以帮助人们修行，从而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所谓16观，就是指观想，是让人们静坐下来，去诚心想象极乐世界的一切，而你想到的极乐世界的样子，就是极乐世界真正的模样。按照佛家的说法，这是更高维度的人类还无法理解的存在。正如佛经里的一句话，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入一切众生心想中。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任何一个佛，他们都是一个法身，他们不存在真正的实体，而是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找到了这个逻辑，既然佛早已在人们心中，人们自然能够通过想象找到我们的极乐世界。在佛家教义中，每个人都有佛性，只不过是被七情六欲蒙蔽了自身。所以当人们在16观中去除了执着、妄想、欲念等杂质，就能恢复佛性。那时不只能看到极乐世界，连十方佛国的世界都在我们心中。从这个传说故事中，很明显抓住一个主旨，就是静心，提倡人们关照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要被物欲蒙蔽了双眼。这一点其实无关乎信仰，是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的问题。比如我们常常说的佛系，有人将这种心态视为摆烂、不思进取，但有人却觉得这是内心真正的觉醒。当我们开始关注内心，不要忘了最初的追求，有意义的人生或许就不再那么难寻了。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